当时帮助抚慰婴儿的是木耳堂学堂的女童军，家庭环境都很好，年龄不过14、15岁。我想这般女童军今天即使很诚恳的服务，明天一定会受到家庭的阻止，未必会来。那么收容所的婴儿，要是没有人照顾的话，我和张主任变成无兵司令，怎样也维持不下去。难道让这群婴儿活活饿死吗？我愁眉不展，心烦意乱，就对张主任说：别人会走，你会不会走？他很爽朗地回答我：别人走光，我绝不离开。我说：好，那就有办法了。我就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丽华女士，那时全市电话很忙，每要打10几次才能接通。但是这次电话恰巧一接就通，我就将育婴堂服务人员走散的情况告诉她，要求她号召所属的女童军次日来帮忙。陆校长一口答应说，我校共有1000多童军，每天分3班，每班派40人来绝无问题。同时我也来坐镇指挥，否则你文绉绉是撑不下去的。我说：好极，好极。隔了3小时，陆丽华亲自赶到，巡视四周，看到婴孩哭声震天，嗷嗷待哺，恻隐之心大动。因为她是一个性格爽朗、躯体健硕而有丈夫气概的女性，见了这种悲惨情况，也不免潸然泪下。又见到我忙得声音嘶哑，疲惫不堪，她说：明天起我来代替你当堂长，你去休息几天。当晚他就号召了10几个女童军来参加值夜。豪门台阶前的一群乞儿，我得到陆丽华的帮忙，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。为了回家路近，我叫张主任开前门走出去，顺便看看外边的情形。本来我看过电影《西线无战事》和《乱世佳人》中死伤枕藉的大场面，但电影是一时的刺激，如今目睹惨况，身历其境，心灵上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见到这般惨烈的大场面，对日本侵华战争实在恨透了。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这个恐怖的环境，忽然觉得两腿微软，不能动弹，说话也哑不成声，只能坐在街边等候车辆。好容易见到一辆黄包车及人力车，但是两脚已无法走动，不能上车。幸亏车夫扶我上车，才能回到住处。下车时还是两足无力，车夫又扶我下车。一到家中，家人问我何事，我说不出话，只是摇手倒在床上就睡。次晨，觉得两脚更不能动。我一想，这虽不是中风，也不是极度贫血的瘫痪症，但可能是受惊过度变成神经性痿痹症。自己想想倒也害怕起来了。家人和我讲话，我只用笔写了几个字：不听电话，不问事务，我要休息。如此病绝一切，连睡了3天，自行调制进服各种药物。到第4天，仁济育婴堂张主任赶来，见到我这般情况，他说：陈医生，你如何这般无用？我年已60开外，尚且支撑得住，堂内一切幸亏有那位恶娘子陆丽华指挥着，才度过3天难关。我听到恶娘子3字，不觉好笑起来。恶娘子3字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恶婆。又听他说我没有用，受他一阵刺激，竟然一跃而起。我对他说，我们还是瞎些酒吧。于是两人苦口苦面地对酌起来。张主任唠唠叨叨地说了3天的经过，讲到弃婴，还是不断有人送来，认为来日大难，真不知依于湖底。谈话时我精神越来越好，我说：
你不要多谈无谓的话，你提出几个难题，我会对症下药的为你解决。”当下张主任就归纳一下，提出4个问题：第一，没有钱，顾不到奶妈和长工；第二，婴儿睡的小铁床不够用，大多数孩子都排睡在木板上，没有被，没有衣，没有尿布；第三，病孩子越来越多，医疗设备不够，虽有一幢楼隔离着专供病孩之用，但是2个义务医生时常不到，即使到来也束手无策，病孩死亡很多。第四，向来收容的弃婴，养到能不行之后，就送到王一婷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去，现在龙华成为战场，今后已无出路，这又是不得了的事。我一边听一边饮酒，想想这真是疑难重症。大约饮了1小时，边饮边想，我已经想出对症的办法来，拍了下桌子说：“有了！明天早上你在育婴堂大天井间排4张桌子，第1张桌子收捐款，第2张桌子收小铁床、衣被、食物，第3张桌子款接义务医生，第4张桌子款接领养婴孩的人。每1张桌子要请陆丽华派几个女童军来服务，